Mercedes GLE 450 7-Seater 的最新售价从509,888块起，主要对手有 BMW X5 和 Volvo XC90， 但因为 X5 和 XC90 的主打款式都是 PHEV 车款，而它虽然是 3.0L 6气缸加上48伏的Mild Hybrid 系统，不过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 Hybrid 车款，它也不是一个 Plug-in Hybrid 的车款，所以纯汽油 3.0L 又给你 7-Seater， 它只有这个级别就是它而已啦。上次我介绍的 GLE 是颜色比较灰一点的，而今天这个颜色就叫 Polar White 149，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看起来让整辆车子白富美、高大上，整个就atas掉了。上次那一集 GLE 的影片做了差不多有26分钟，那今天我就 try to 做一个比较短的、比较精简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在2022到2023年这个 GLE 450。它跟其他对手相比之下有什么样的优势？而且上次我也没有放卡西载孩子载老婆嘛 ，OK， 所以今天这个就是比较轻松、比较写意的一个分享。所以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move on。从这个角度看过来啊，其实这个 GLE 长得还蛮像是 GLC 的，也不能够说长得蛮像它，因为 Mercedes 的 SUV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家族式设计，包括 GLB 也长得是这样子。而 Mercedes-Benz Malaysia 就为这个本地组装的 GLE 加入了 AMG Line 套装。在 AMG Line 套装上面，你会看到很多钻石型的水箱护罩，有这种几粒是反射性的，整个就非常的大气，非常的高贵。而且这边的饰条都是 Chrome 镀铬饰条，就是整个就是彰显了这辆车子的霸气。而如果熟悉 Mercedes-Benz 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 GLE 呢，从1997年到2015年，它都叫 M Class， 但为了不要跟 BMW 的 M 打到，就是不要为了混淆，为了避免混淆，他们就从 M Class 变成 ML Class， 到最后从 ML Class 再变成今天的 GLE， 所以 GLE 就是古早的 M Class 那一款啦。打开引擎盖，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大片的 Carbon Fiber。这一片其实不能够算是 Carbon Fiber 啊，它叫 Organo Panel， 有机面板，由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 组成，就是一个比金属板减轻了 30% 重量的 Plastic。它有轻量化，而且有防缓冲的这个能够缓冲撞击的这个功能在这边。然后这个 GLE 450呢，450不代表 4.5L， 而是 3.0L Inline 6。搭配能够提供22 horsepower 和250 Nm 的48伏 Mild Hybrid 系统，它只有 0.9 个 kWh， 叫 Mild Hybrid 系统，就是一个48的 starter generator。所以这个 3.0L L6 引擎有367 horsepower 和500 Nm，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试驾过的所有 Mercedes 里面搭配最好的引擎。它搭配的是 Nice G-Tronic 的9速自动变速箱。如果说 2.0L 4气缸是地板， 4.0L V8 是天花板，那它就在地板跟天花板的中间，就给你一种飘飘然的感觉。我觉得它也是我们迈入电动车之前技术最好、工艺最精湛的一套引擎了，因为它很顺。即便我们做到很暴力的4气缸，还是4气缸，6气缸永远都有它独树一格的魅力。GLA 是 SUV 版本的 A Class，GLC 是 SUV 版本的 C Class， 那 GLE 自然就是 SUV 版本的 E Class。车身长度4924mm， 轴距长达2995mm， 就比 BMW X5 和 Volvo XC90 都还要来得长。车身高度是1774mm， 但这个是 Standard Height 啊 ，OK， 因为它有 Airmatic 空气悬挂，所以车身是还能够升高和降低的。低能够低到很低，高能够高到很高，那它就没有那个 E-Active Body Control， 就是之前那个 CBU 634千的 GLE 是有这个东西的，可是来到马来西亚本地组装 CKD 版本就抽掉了这个48伏的 E-Active Body Control， 它还是能够升高，还是能够降低，不过它就不能够像那个车子这样可以 bouncing 可以这样子，你说，或者是你可以单独的让后面升起来，让后面降下去这样子，它是整体一起上一起下这样子的。再来 CKD 也缩小了1寸，因为 CBU 是22寸，它是21寸，可是也相当大了。你看前面是27545R21，后面是31540R21。虽然是21寸，超级无敌大的大压，不过它用的就是这个 Pirelli P0 的 NOS，S stand for Silent， 然后它有 PNCS Pirelli Noise Cancelling System， 就是一个降噪轮胎。
所以这么大条的轮胎，它的噪音其实也不会大过那种19、20寸的 Sport Taya 这样子啊。所以它是我试驾过的这么多 Mercedes SUV 里面最安静的一款车啊。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就compare to GLA 跟 GLC 啦。OK，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子真的是非常大块头的一辆车，接近5000mm、接近3000mm 轴距的这个车子。你如果停在 Alpha、停在 Estima 的旁边，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弟弟这样子，因为它真的是块头非常大、非常壮硕、非常魁梧、非常高、非常大、非常的上档次。我很喜欢 GLE 的地方是它同时兼具了圆润和尖锐，车体非常的饱满，看起来非常的有块头，肌肉感十足。但它的车尾灯的线条非常的 slim， 非常的优，看起来很聪明、很 smart 的感觉。那相比较之下，我觉得它比 X5 和 XC90 好看，因为 X5 呢，感觉上它很大个，而且 X5 的车尾门这边是分成2片式的嘛，就有一点切割感。那 XC90 的话，因为车尾灯是直列的，就是感觉上非常的 bulky， 好像一辆 MPV 这样子。可是这个 GLE， 即便它还不是 GLE Coupe 啊，它只是一个 traditional 的 GLE， 它看起来非常的精炼，非常的好看，非常的 sporty， 而且它下面用了这整片的是 chrome 啊。再来，它的这个排气管呢它不是假的哈，它虽然是一个这样子的长方形，可是里面有2个排气管，所以它是有4出排气管。足部感应的电动尾门。当你把第3排椅背直立的情况下，它的行李箱空间真的没有太多。一般上人家拍这个都会用35mm、24mm， 我用50mm啊，因为我不要让它失真，你看到的就跟你实际接触到的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放入我 Tourer Slick 手推车的坐垫，只是坐垫罢了哈，我还没有放车脚啊，它就已经是差不多了。那这个地板底下其实也没有太多空间啊，因为地板底下就是塞入它的一个 cover 啊，因为你椅背放倒过后，你要一个 cover 来，不要给人家看到你后面载什么东西嘛。OK， 它的2个椅背的左右边各有一个这个推的东西，推下去，click 一下，推下去。OK。在这个情况下呢，你把你的 Tourer Slick 的坐垫放下去，然后我再把整个车脚也放进去 ，OK， 就 OK 了 ，OK。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但因为它要留2个座位了 ，OK， 所以变成，因为你讲 X5， 其实 X5 是一个 PHEV。它的后面空间也没有多大，所以讲这个级别只有 XC90 是最大的，因为 XC90 把电池放中间，放走道那里，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得好闲了啦，因为就要这2个座位嘛。OK， X5 其实也是有的，只是马来西亚 PHEV 是没有给你，只有 non PHEV 的国外的 X5 才有7人座啦。再来，如果你觉得车子的门槛太高，你很难放东西，这边有一个 button。它有没有降低啊？其实我 feel 不到嘞，我要看镜头才懂，好像是有啦，应该是有啦 OK， 它现在就在缓缓的降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这样子就上去了，我连抬脚都不用，这样一屁股就靠过来了 OK。吓到我，这么鬼！不管车身高车身低，只要有这个 side step 踏板，你就非常容易的上下车。我们在见证一个时代的兴起，也在见证一个时代的没落。我们在见证 Portrait Screen、Hyper Screen 的兴起，也在见证这 Button 的没落。因为这个 GLE 是2019年才推出的车款，所以它不像 C Class 和 S Class 这样子，早就进入了什么 Portrait Screen、Hyper Screen、直列式荧幕、超大的宽屏式荧幕，它还是保留了非常多的 Button， 非常多的按钮。我觉得它是最后一代最好用的 Mercedes 作业系统了。比如说方向盘上面的这2个 BlackBerry Trackpad 的 button， 左边这个调整左边，右边这个调整右边，然后其他的按钮都是拨杆式也好，滑动式也好，它都是非常的容易阿嘎，你眼睛不用看，你不用阿嘎，你也不用怕按错，粒粒分明，整个就是非常的实用，已经是巅峰了。OK， 所以当你到巅峰过后，你就走下坡了。OK，I don't know why， 你看新款的这个 S Class、E Class、C Class 用那种什么 Haptic Touch 触觉式这个那个 ，No， 这个已经是最好了的。你已经有最好的，为什么你还要把自己弄到更不好用这样子呢？再来冷气这边呢，它的冷气有独立的按钮，然后它是一排好像钢琴键这样子的，有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9个，有9个按钮，然后冷气的这个温度也是用这2个东西来
OK， 非常的 solid，OK， 非常的就是有质感，而且中间有这个Mercedes 的 touchpad， 还有车身的升高降低都是独立的啊，全部是 independent 独立的按钮，不是给你一个 screen 收工啊，就是这样子。现在的车就是这样子，丢一个 screen 给你，你自己去玩哦。然后你在驾车的时候啊，哎，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哪里啊？所以你看啊，现在你驾着这个 GLE 或者 E-Class 啊，你的 eye travel 是这样子罢了。当你变成 portrait screen 的时候，或者 hyper screen 啊，你的眼睛要看成这样子啊。那这样子到这样子，它可能只是0.几秒或者0.00几秒 ，but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应该是这样讲啦。OK， 所以它虽然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个能够大大的降低你分心的几率啦。So， 真的是这一代的 GLE 已经是我们在见证最后一代最好用的了。所以下一代我们就下一代的 GLE 或者什么 EQE SUV 啦。We won't see this anymore。这个车子它有Burmester 的高级音响系统是590瓦，然后它的这个门边的 Burmester 的这个 mid range 非常的锋利啊，我很想拿红萝卜还是拿黄瓜来削它，这样子可能会抛出黄瓜丝这样子啊。其他东西就不用讲了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它都有，只是它的 Android Auto 就还没有。我不确定是 Mercedes 的问题还是 Android 的问题，它就没有整合来给它一个 full screen 这样子啦。所以它有 4G SIM 卡可以独立上网。OK， 我们先 start engine。这个48 volt 哇 aircon， 它有一个问题是 aircon 真的超大声，你调到去 blower one 它还是很大声 ，OK， 因为太多了。所以6气缸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浑厚，非常的饱满。马来西亚的 GLE 给你玻璃4天窗，然后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就是 Distronic，but 它就抽掉了 lane centric assist， 就不会自动给你摆正它。所以我们轻轻的点一下油门，哇！它还不是什么 AMG 啊，它只是一个 non-performance 的 GLE 而已，非常好用，而且又非常的节能。Okay. 为了骗你们去看上一支 GLE 的 video， 所以这一集的后排我就带过。不过又考量到很多人懒惰去看回上一支，我还是要例行公事讲一下。所以这个 GLE 的后面呢，它的椅背是能够向前向后滑动，也能够向前，椅背也能够调整倾斜的程度，包括 headrest 啊都是电动的，所以它好就好在它是 electric 的，包括它的遮阳帘也是电动的。没有错的是，我很少第一次在 Mercedes 看到电动的遮阳帘，一般上都是自己用手拉的嘛，所以它是 fully electric，OK， 但好就好在它是 electric， 不好也就不好在它是 electric 慢啊，你要做东西好像慢半拍这样子 ，OK。当然椅背的你要调整它整个倾斜下来，就是要进去第3排哈。OK， 好彩就不用等啊 ，OK， 你按下罢了，它自己会。这个好像跟之前我试驾过的 X7 很像哦，真的很像。OK，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这边通关通去你的第3排，然后你要让它下来的话。按做比赛，你要按着它。不能啊，要一直按着，可能怕你 get 到了。你看到这样咯。OK， 要等它。So GLE 的好处是，还没好玩呢，这样不好没？不能了的。这边有一个拉杆是哪来的？总之就是你要椅背，你还要这样子调。它才能够向下啊！总之，我觉得电动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好啦。GLE 宽，所以我放了2个 baby car seat 过后，中间还能够坐人。I mean outside 也能够坐人，那只是你就会被夹到，可是 GLE 就不容易被夹到这样子，所以车身宽大，后面有冷气出风口 ，Type C 的接口，还有玻璃天窗。这玻璃天窗一直到我的这边啊，都有非常大片。然后它还有一个东西很适合在小孩子，是因为除了这边有2个 air vent。这逼勒这边这边有2个冷气出风口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般上你买到 X5、GLE、XC90 都会有给你4个冷气出风口，需要你凉凉了。那第3排后面就没有，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 multi-purpose vehicle MPV。我有一个很不好的坏习惯就是有时候讲过了的东西我还要 repeat 哦。因为我总觉得不是每一个观众都看过我每一支 video， 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很安个的一直 repeat， 啰里吧嗦的一直 repeat， 这样你们才能够清楚的明白。easy enjoy， 可以坐在第3排
As you can see， 我甚至连腰都没有办法挺直 ，OK， 就是被 cramp 嘛，你知道吗？就是被挤压、被压缩。我 try to 把它的 headrest 调高一点啊。OK， 好一点了，因为刚才那个顶着我的肩膀，所以这样子做的话是 OK 的。我讲 OK 是因为你看到椅子是这样子了的嘛，然后这边有2个杯架，还有2个 USB 的接口，所以你 basically 你就是坐在你的 boot space 啊。OK， 我们现在把前面的椅子全部往后推啊。我们来看一下会，这边有 button 啊，其实，这个是往后的。OK， 你看啊，这边还有一个 button， 你不需要伸手去那边，用这个也可以按。可以啊，它就好在这边了啊。电动的好处就来了。OK， 很明显的你应该已经看不到我了。OK， 所以就这个时候啊，其实我的膝盖是还有空间的，不会顶到。还可以这样的哦。Well，OK。因为它一定要退后才能够向前，如果没有退后，它不能够向前，所以它刚才要退后就挤到我的脚。But it's OK， 你看呀，再把它平躺下来是蛮方便的啦。就如果我尝试看可不可以独立的把这个也弄倒，该不示范了，可以吗 ？OK， 就不能了，因为你要把它们再推去前面，它才能够下来，所以它如果你不熟，它会有点嘎啷嘎布啦，你当它是一个5+2啦 ，OK， 你不要讲它是什么2+3+2，人家会有一种错误的幻想 ，OK。对小车来讲啊，高速行驶的稳定性是他们的挑战。他们要怎么样在跑快的时候还能够保持稳定、保持淡定？但是对这种大车来讲呢，如何在跑慢慢的时候还能够很淡定，还能够很舒服，是他们的挑战。所以小车在高速的时候很 struggle， 大车在低速的时候很 struggle。第一车身长，第二车身重。这个 GLE 是2220公斤。相当的重 ，OK， 比一些电动车还重，但是因为它的轴距是2995mm， 接近3000mm， 都能够算是一辆意义上的大车。那这么重的车，然后这个引擎前面你知道吗？又9速变速箱，又 3.0L 6气缸的重量都集中在车头了 ，OK， 这辆车子就是你走低速的时候，它会不会说很冲 ？OK， 会不会走停的时候让人有顿挫感、不舒服等等？这个 GLE 做到非常非常的好，不是好而已。你看你现在加20、30的时候，你轻轻点一下，非常的顺啊。它的这个48V有22个 horsepower 嘛。然后它有200多个 Nm 去辅助它，不过它就不能够单独驱动车子啦。但在你起步加速 start 车的时候，它那一下虽然没有说很大力，不过那一下就好像有一个人在你背后扶你一把这样子，你轻轻松松。你会 feel 到你的脚板踩着你的油门踏板，油门踏板底下给你一种源源不绝的动力 ，OK，of course 它不是 AMG 那种源源不绝，不过它不会让你见底，它给你一种深不见底的感觉，它的功夫底子非常的厚，所以真正有力量强大的人啊，他只要轻轻这样 punch 一下罢了，那个人就飞得很远了，好像5连闪电鞭这样子 ，OK， 然后只有那些力气小的人才需要动作很大。你知道吗？就是手舞足蹈，然后很多 pattern 这样子，然后可能都打不倒敌人。可是他只要轻轻那一下，他挥拳的时候，就好像你在游泳池，你在水底下挥拳那种感觉。就你挥的时候你没有 feel 到，可是你回到陆地上，你那一下已经是一个很重拳了。OK， 你看它有很多的驾驶模式嘛，有什么 Comfort、Eco、Sport、Individual， 来一般的 Mercedes-Benz。OK。我们还是在 Comfort 比较好了，因为这辆车子它还是一个偏向舒适的，所以才
我这个声音，倒 shift， 哇，多么的好听！哇，你看那个精准度，6500转，哇，140，倒 shift。这个 9G Tronic 的9速自动变速箱啊，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啊，如果它搭配的是 2.0L 的4气缸啊，它会它会弄到车子很大声、很潮，然后那个顿挫感非常的明显，就是有一种然后吞水吞不下东西那种感觉。可是来到6气缸，它直接换了一个 character， 你懂吗？在脱胎换骨了，你看。3.0L Inline 6加上48伏，真的是一个绝配，真的是一个完美。它的 Turbo Lag 是你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消除了，就是你点一下 ，OK 啦，可能4气缸你要等1秒 ，let's say 啦，你要等1秒，它只要等1/3秒这样子的感觉，就它很快能够消除掉这个东西。所以 High Speed Corner 对他来讲也是青菜一碟啊，小菜一碟。Corner。80多90，你看啦，因为你在 Comfort Mode 啊，整辆车子的怎么讲，它的 suspension 还是偏高的，只是你一去到Sport Mode 的时候 ，OK， 它就会给你去 Sport 的 suspension， 然后车身也会跟着降低 ，OK，Sport Mode 了过，哇，大车就是大车，我跟你讲，你3000mm 啊，接近3000mm 轴距的车子啊，你用90、100再过这种大红花江线啊，淡定，这种淡定是很淡定的那种淡定，它就是有这种谁啊，这种驾驶这种气势在那边，就仅次于 S Class 啦。不过因为 S Class 有时候它太大辆了，你懂吗？变成它的 Drivers Class 的那个 DNA 就降低了。可是 E Class just fine just nice 刚刚好，不大不小，不长不短，就是一个 fit 一个刚刚好的尺寸。从 E Class Sedan 到 GLE， 走，猜。嗨，4号牙，非常的快 ，brake 也是一流，那个 brake 你看一踩，silky smooth， 顺，你知道吗？我通常啦 ，OK， 我驾一辆 Mercedes， 我驾一辆 Premium Car， 那个轮胎只要20寸、21寸，我就会嫌东嫌西啊，我就会讲。anything above 19寸就是太勒背太大，不好不跳什么鬼。可是 这个21寸因为有 Airmatic 的辅助下，加上这个有 PNCS Pirelli Noise Cancelling System 降噪技术的轮胎，让到这个20寸装下去，你就好像驾着一个19寸、20寸这样子吧，你感觉不到它。OK， 它有这样子的血去撑这个轮胎可以 carry 得到它。相反之，你说GLC， 如果你用21寸 ，is a bit too much 了啦。所以这个东西的驾驶是一流。OK， 我们不要这样狂妄，我们去到 Eco Mode。OK， 所以我们现在就使用它的所谓的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我把时速设定在110。其实我最喜欢这辆车子啊。与其说我喜欢它的 High Rev， 我喜欢它的高转，不如说我喜欢它的低转。一般上我们说 2.0 Turbo 你可能 RPM 在1500到2000转，你就能够做很多事情了。可是这辆车子啊，它只要1000到1500转就能够做很多事情了。好像我那天驾你跑110的话，它的 RPM 是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好像试不到，前面太多车太慢了。我先 off 掉先啊 ，off 掉先 ，OK suspend， OK。Please go away。
踩 ，Go！ 我没有跑这样快的，我只是要甩开他们罢了。OK， 因为我要试110 RPM 多少。我 RPM 是0现在，0啊，0，因为它有48 volt 的 mild hybrid， 在这个时候引擎是关闭了的，就由那个0.9 kWh 的小马达来应付车子的电量。所以48 volt 是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东西，它 practical 过，它比 PHEV practical， 它也比那种其他的 hybrid practical， 因为它又没有对车子的重量造成太大的负担。我现在在一条大道上面加着110，我的 RPM 只是1500转多一点点。那我切换下这个仪表板，我就知道到底是多少了，因为它有这个所谓的 progressive 模式。OK， 它这边就清清楚楚的写给你看，你的 RPM 是1600，所以1600转可以走110 km/h。我们再上一点到120。OK。在9号牙哈，没有到 shift 到啊 ，OK， 大概是1700转而已 ，OK， 1700转，再上130啊，这到140了 ，OK， 这条路是够烂了，可是，哇，你很有信心啊，真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2000个 RPM， 你就能够去到139、140这样子，是非常非常的省油。因为在小的车，然后2000 RPM 你可能也到不到这么高的时速，或者声音会比较吵、比较大声。可是这辆车子太舒服了，真的是太舒服了。而且它的那个 charging mode， 它的 EQ 不是 OK 啦。我觉得你要就买汽油版的 mild hybrid， 直接 switch 到这个纯电动车了 ，OK， 可能是 EQA， 可能是 EQC， 可能是 EQE、EQS，OK， 所以对它的驾驶真的是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挑剔。我觉得在这个价钱，你不一定要到 X5、Xdrive 45E 或者是 XC90 T8 这样子。Of course， 600多Nm固然是很好 ，OK， 没有人会嫌动力越多越好的。可是 GL1450 对我来讲已经是 is good enough 啦 ，OK， 因为你有一个雷达图 ，comfort 跟 sporty 跟跳跟重之间，你取得一个平衡点之后，它就是一个最好的、最 balance 的一个东西啊。我不可以讲它是最快，然后最有爆发力0到100最快，可是它就是一个最 balance 的车子 ，right？ 喜欢影片不要忘记分享、按赞、订阅，也要 subscribe 我的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看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哎，宝宝驾车，等等，你看 Blippi， 你看宝宝带你去看 App， 你看 App， 你看，你看 App， 你看上面有 App， 你看 App， 啊，App， helicopter， 你看到 helicopter 吗 ？helicopter， 那 helicopter，App helicopter， 你看会带，啊，来，啊。妈妈来了，来吧。OK， 阿爸先。想睡觉啊。还睡觉啊？好了，眼泪正常。不都跟可爱？来了。
你开了，下面有一块，旁边有一块。是太阳很热。哦。